因为我们4个呢本来是这个喜剧老友，结果第1轮啊，就让那些最强的新人直接打我们4个全输了。我们4个现在已经不想录这什么喜剧之王单口季了，我们想录自己的节目《喜剧之王老友记》。就外面还传我们4个是导师呢，我多希望这是真的呀！你想选手们总不能打导师吧？这脱口秀已经都不讲辈分了，他总不能还不讲礼貌吧？来之前呢，整组说不淘汰我们啊，果然不淘汰，但是真丢人呐！我录完之后都想去派出所报案啊！警察同志，我丢人了，我丢大人了。能不能帮我发一个寻人启事呀？周奇墨，男，方脸，丢的时候手里拿个麦克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几个输了是有原因的，比如说现在观众们变了，你们都不认识我们了，认识还不投票，你们可真行啊！你们真是咱们这么多年了啊，你们太没有良心了，你们就是喜新厌旧，你们就是始乱终弃，你们就是正常的男人。别瞎说，别瞎说，别瞎说。有不变的，对不对？有不变的，就是念慈庵，真正不变的就是京都念慈庵。蜜炼川贝枇杷膏，润喉护喉，老友的老友念慈庵，祝福脱口秀老友念慈庵。那个，我们说回那个比赛输了的事儿，好不好？比赛。是，这我不是输给阎鹤祥老师了吗？对，阎老师啊很厉害，吐槽大会的时候就赢过我1次，每次来就可着我一个人 PK， 真的，你要是喜欢我的话，你就直接说，没有必要老引起我的注意，我已经注意到你了。什么人嘛，对吧？难怪他们单位都没有人愿意跟他搭档。真的，我现在都理解郭老师了。要是我有个儿子，我也不让他跟他搭档。我不跟他搭档，你什么事儿？齐墨怎么回事来着？哎呦，别提了啊！我们那组啊，刘洋跟付航2个人都把我给赢了。来之前啊，别人还管我叫脱口秀天花板，来了之后我发现脱口秀已经上2楼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得改了啊，我得改正归邪啊！我想跟建国组漫才，跟杨笠炒 CP 啊。严老师怎么办？反正啥跟脱口秀不沾边我干啥啊！因为脱口秀这盘棋我已经下不下去了啊！大家以后也别叫我周奇墨了，就叫我周末啊，因为我已经没棋了。哎呀，周末啊，周末挺好，至少大家都挺喜欢周末。事发的当天呢，我是第1个上场的。输给小罗的时候，我很沮丧，我说，不会是我退步了吧？看到齐墨一输就是俩，我马上就踏实了。都在退步好，就是都没退步。建国输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嗑瓜子了啊。最后杨笠输的时候，我甚至已经开心起来了，是吧？我看到有这些新朋友在，我非常放心。我觉得脱口秀一定有光明的未来，而我永远是第1个大王。而我永远也拿不到大王。也没有必要骄傲。这轮的比赛呢，和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啊。上一个赛段有20名演员直接晋级，此外呢，还有12组演员组成了小强班啊，他们将在这一赛段向那20名演员发起挑战。所有挑战失败的演员里，排名靠后的8组将遗憾止步。总之，这一轮比赛啊，没有人真正安全，除了我们4个啊。是啊，我们4个呢，这次就歇一轮是吧？也不能老输对吧？休息一下再输对吧？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跟大家在一起，我们会在场边跟大家一起解说这个比赛，也多向大家推荐介绍我们这些就优秀的演员啊。对，请大家拭目以待吧。好，那紧张激烈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最后，咱们4个要不要给所有的朋友再送上一句祝福呢？不要。好的，那就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毛东。
不是说脱口秀行业快不行了吗？这一个小强班虎视眈眈在这儿，兵强马壮。又来上海录节目，朋友们，多少有点不习惯，因为现在上海物价我觉得有点太高了，真的。就是之前他们老跟我说上海有什么沪币汇率1:3，我以为是开玩笑的。我这次一来，我觉得汇率是不是会浮动啊？你们啊，涨太快了，我啥都贵。我发现那个面包怎么那么贵？面包不应该是粮食吗？你们上海是不是立法把这个15块钱以下的面包给取缔了？我前2天进了一个面包房，那个面包房里我转了一圈，最贵的面包128块钱，128一个手撕面包，谁的手撕的？哎，谁的手能有这么值钱、这么金贵？朗朗，只能是朗朗给我撕的，朗朗。他那个价签上还特别恬不知耻的写说哦，配料表很干净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卖我128，不是在我的认知里啊，就是如果一个面包你要卖我很贵，你要卖我128，你料得给足，你要不然有点什么高端的技术，要不然有点昂贵的食材，128你卖我一个什么燕窝马卡龙，佛跳墙慕斯，这差不多。你说佛跳墙慕斯128，我说好，给我拿半个，这是可以的。哎，我不理解，啥都没有，你卖我128。哎，在我的记忆里啊，在我长大的时候，我的童年，我走进河南郑州一个最高级的面包房，里面最贵的面包，15块钱，而且里头什么都有。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，什么豆沙、葡萄干、肉松、比特币、马尔代夫双人游机票啊，还有个朗朗。这是一个好面包应该有的素质，朋友们。面包很贵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，我来上海，他老跟我说健康餐啊，说健康餐，什么叫白人饭？我一看不就是沙拉吗？一份85块钱，他们还管这个叫吃草。哎，85块钱这么贵的草谁在吃啊？高级牛马。崩溃了，哎，咖啡也是，我真受不了了。我知道咖啡在上海被吐槽很多了，但我是真事很意外。前几天我跟朋友约在一个徐汇区梧桐区的咖啡厅，我先到了，我说那我点吗？我跟那个店员说，我说那个菜单给我看一下，他说 menu 嘛，我说 menu， 就是菜单的意思。我拿着那个菜单一整本，里面各种各样的咖啡。但他只把一款印在了封面上，那款咖啡叫什么？手冲龟夏咖啡，标价298元。该问什么咱们也都知道了，谁的手冲呢？啊，朗朗你还兼职啊？你这人生真是旷野呀，谁也管不住你。我最夸张的时候问他，我说能加冰吗？他说加冰还要加30块钱。我说为什么冰啊这么贵啊？你是加的很快吗？冰柜神速。对不起，我还上网查了一下，为什么这个龟夏咖啡这么贵？他们跟我说这个咖啡豆特别好，有什么花香、果香，还有一股难得的茶香。我想要茶香，我花298，我去便利店买74.667瓶绿茶不好吗？网上还说这个龟夏咖啡豆贵，原因是它产量不高，它原产于非洲大陆的什么埃塞俄比亚。我查了一下，埃塞俄比亚人均年收入7500人民币。我花298，我在上海市徐汇区的咖啡厅，我买一杯咖啡，帮我最多提神4个小时。我花298，我在埃塞俄比亚，我可以雇一个青壮年非洲小伙，以每10分钟的频率扇我巴掌，给我提神14天半。
这个小伙身体健康，本科学历，会做手撕面包，英文名叫 Menu。我甚至可以只雇他14天，朋友们，最后半天我俩可以一块儿录一个那种非洲友人祝你生日快乐的视频，啊，我还能赚钱。开玩笑，开个玩笑啊！在这个段子的创作过程中是没有任何非洲友人受到伤害的啊。到最后，那我这298的咖啡，我肯定也是不舍得买啊，但我又不好意思不消费，我就只能跟那个店员说，我说那啥，我说30块钱给我拿杯冰吧。就讲这么多吧，谢谢大家，毛东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罗啊，是拿了一个金牌啊，其实没什么意义，就招人恨。抽到3封挑战性了，就很招人恨。我觉得这个赛制也挺奇怪的。我想起来小时候有一个游戏，不知道你们玩过，叫《水浒传英雄卡》，很久远的一个游戏，就是你吃一包干脆面会获得一张英雄卡，然后一人出一张，然后大家在那翻过来，就是你啊，其实就是赌博嘛啊，只不过赌的不是钱哈，是大宋的气运。我们那时候巷子里面有很多小流氓啊，他们很变态，他们会喜欢抢你的英雄卡，我觉得非常的变态，因为他们明明可以抢你的钱，对，他们就抢你的英雄卡，对吧？很奇怪，就好像你去洗劫了一个赌场，然后把人家扑克牌拿走。我觉得，哎，因为他们抢我的卡，是因为我的卡里面有一种卡叫金卡，你知道吧？就它的金卡其实也是普通的卡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商品一有这种差异化之后呢，就特别容易让人上头。然后我觉得商家也特别喜欢去制造这种差异化。有一年父亲节，我去一个奢侈品店，想给我爸买个皮带，我自己试完之后，我说你好，这款不错，但我爸比我胖，你们帮我拿长一点的。他跟我说长一点的贵1000，我说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啊？你是奢侈品啊，你现在跟我谈成本啊？啊，那你牛仔裤破洞的时候你怎么不打9折呢？你在防我什么？你怕我买3条之后嘎出来做一条新的吗？哎，难道真的会有人因为所有长度的皮带都一样价格，就故意去买最长的那一条吗？然后绕了一圈之后，当啷一个尾巴在后面。哎，别人问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什么东西？”他说：“哦，我这个是资本主义的尾巴。”我觉得奢侈品你就要好好给人提供奢侈的感觉就可以了嘛，对吧？我给我爸买皮带，我就希望我爸戴上之后，别人会说：“哦，你儿子有钱，对吧？”现在我爸绕了一圈之后，只能到这里。别人看到说哦，你儿子有钱，但不多。我爸也奇怪说，怎么我儿子勒紧裤腰带，给我买了一个勒得这么紧的裤腰带？电子产品也是这样，科技产品也是这样，好好的产品设计完了，莫名其妙多一个 Pro 出来，莫名其妙什么东西都有 Pro， 现在连冰箱都有 Pro。冰箱，我看到一个冰箱 Pro， 它的区别是它有一个专门放水果的小抽屉，哇，这也太 Pro 了。没有你这个抽屉，我都不知道水果放哪。然后它还有一个 WiFi 功能，它还有一个 WiFi， 我一个冰箱为什么要连 WiFi 了啊？你是怕苹果在里面信号不好吗？是什么？我有一次去买一个那种智能手表，2款普通跟 Pro 长得一模一样，我说我眼神不好，这款 Pro 是大一点吗？是什么？他说是的，先生，内存更大。我说手表要什么内存啊？啊，能存住时间吗？他说先生你有所不知，这款 Pro 呢，它有一个血氧功能啊，它可以测血氧。哦，朋友们，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血里有氧。我说 OK 不抬杠，那所以血氧低了会怎么样呢？他说血氧低了会头晕。我说我不用看表，我也知道我头晕啊。我想问，现在科技是已经溢出了吗？哈？哎，为什么这些发明家你们是不是不在乎人类？我觉得科技是应该用在刀刃上的嘛，什么东西都拿来乱升级。你看我们人，我们本来洗衣服，大家都是用肥皂，对吧？用的好好的，然后就有个小机灵鬼跳出来说，要不我们把它磨成粉吧，然后就有了洗衣粉。然后过几年有个更聪明的人跳出来说，要不我们再加点水啊，然后就有了洗衣液。到这一步就很奇怪了，我自己洗衣服也会加水的呀。最近还有一个更变态的发明，是把洗衣液装在一个小袋子里面，叫什么洗衣灵珠啊？说扔到洗衣机边转之后突然爆开，你要干嘛？你要杀衣服一个措手不及吗？
衣服突然就洗干净。我有个朋友，他就是卖洗衣凝珠的，他就是卖这个，他跟我解释说，这个东西之所以贵呢，是因为包裹的那层膜是一个非常牛的科技，因为它遇水即化。我说这么牛的科技，你不应该拿去包蟹肉棒吗，朋友？反正我买了一块没有血氧功能的手表，我可以接受功能溢出，但你至少让我可以跟我朋友炫耀吧。我这功能我怎么跟他炫耀？说朋友，你看现在92、100。我觉得手表就看时间的东西嘛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在手表这个领域有很多很奇怪的价值观。我有朋友跟我说，电子表都是最 low 的，最厉害的表都是上发条的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电不是很伟大的发明吗？富兰克林当年为了发现电的存在，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天气，把钥匙挂在风筝上面去放风筝，这多危险啊！风筝被吹跑了都没有钥匙回家。我有些朋友会戴那种很贵的表，天天在我面前跟我炫耀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表相当于你老家的一栋楼，我说什么钟楼啊？什么叫相当于一栋楼？他跟我说他的手表相当于3线城市的一套房，我当时就觉得他手表好耀眼，我感觉看他的手表要找一个中介，而且他那块手表还是改装的，我真的不能理解，朋友，你已经有一块30万的表了，你还要去改装它？如果我有一块30万的表，我要改装它，我只会把证书镶在上面。他问我说：“你见过改装的表吗？啊，你见过改装？”我说：“我见到是见过，柯南有一块。”你不觉得这个行为很幼稚吗？我问到后面我都有点生气。我说：“朋友，就是我们走的时间是一样的，这件事情你知道吧？啊，怎么时间就是金钱？我们是汇率不同。”他说：“别生气，别来说你的手表有什么厉害的功能。”我就后悔没买那个带血氧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罗，谢谢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瓜。好。我的职业呢是个外卖骑手，我特别喜欢下了班来讲脱口秀，喜欢这种在聚光灯下舞台上这种感觉特别的美妙啊。然后今天也登上这么大的一个舞台，特别激动啊。前2天某团跟某乐某都找到我，跟我说南瓜，你到时候上节目的时候能不能穿我们品牌的衣服上呀？我真的很纠结，因为2家我都上过班啊。然后当时就问导演，我说导演，我到时候上节目的时候能不能穿蓝色的衣服，再戴个黄色头盔啊？那个到时候就说我是美了骑手。谢谢。我是陕西人，我之前在西安那边送外卖，后来来上海了。因为我当时听说上海是全国外卖订单最多的城市，到了之后发现骑手也是最多的，骑手比订单还要多。但我感觉我挺适合在上海送外卖，因为这边气候比较湿润潮湿啊，我是干皮啊。我确实在这边皮肤好了很多，年轻了好多啊！我今年26岁了。现在要开始抗初老了。每个城市点的东西不太一样，在西安的时候大家点的都是肉夹馍、泡馍、米皮小吃，对吧？到上海点的最多什么？咖啡啊！上海人太爱喝咖啡了，很多人早上点个咖啡当饭吃，不太理解。后来送一段时间，发现上海人确实生活节奏快，生活压力也大。后来我在上海送外卖前，我也得喝杯咖啡。但确实刚到上海，就有的小区就特别难找，你找不到就要问。我有一次就问到一个阿姨，我说你好，阿姨，那个35栋楼在哪里啊？她说小伙子，你是外地人吧？我们上海人不少栋，我们说弄的哟。然后她就走了。当时把我愣在原地，我都懵了。我现在知道什么是弄了，你也不告诉我怎么弄。上海有黄浦江，把浦东、浦西隔开了。我们经常要接到那种过江的订单，电动车过江的话很麻烦，要坐船啊。电动车在船上，风浪一吹就特别的晃，把送个炸酱面过去都办好了。顾客过去也懵了，怎么办这么好？是不是偷吃我外卖了？吃不起啊，上海外卖太贵了，物价也挺高，我平时都自己做饭，很少去餐厅的。但我知道上海有一家餐厅对我们骑手特别的好，给我们打88折，又好吃，但就是离我家太远了。
他有多远？都吃完回家又饿了。但确实在上海挺放松的，不像在西安当时那么紧张，每次出门都要戴好头盔、口罩，保护好自己，预防一下，预防那些老同学点外卖点到我。真的非常尴尬。有一次送到一个高档小区，售货人巧不巧是我初中的一个女生同学，我那时候还暗恋过人家。哇，他一眼就看出来，哎，你是那个赵栋吗？不是，你认错人了。他说你就是这，骑手赵栋在这写着呢。我当时满脑子好尴尬，我说赵栋，我就想找个洞钻一下。我说哦，刚才没看出来，好久不见。他说哦，好久不见，那你现在主要做什么呢？我说啊，我cosplay 啊。我当时百感交集，回去之后过了几天买了一张火车票就来上海了。我在上海待了3年了，无忧无虑，没有人认识我，对吧？但时间长了也挺想家的，但我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，父母脸上也没有光，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，对吧？我一直要努力证明自己。我工作很多个工作，然后后来又遇到脱口秀，我很开心，对吧？我讲到观众笑之后，我很有成就感。我当时就给我爸妈打电话，我说妈，你儿子现在可厉害，你儿子在上海做演出表演呢。他就很惊讶说你这样子能演出个啥呀？我说我们这还挺简单的，一个人一个麦克风就行了啊。我妈都笑了，说你这人没文化没学历还表演，是不是在外面做 rapper 呢？说你这话说的，但是我确实特别喜欢讲脱口秀，下了班来讲过很多场了，我甚至在上海送外卖都被顾客认出来过，这种感觉太好了。我有一次送到一个酒店，我说你好，这个外卖给你放在1楼架子上，麻烦你下来取一下吧。他说哎，你这个口音，你是不是那个讲脱口秀的南瓜呀？特别喜欢你。我说啊，对呀，是我呀。他说那你送上来吧。记得挂门上。但真的我在上海很开心，我讲脱口秀之后，我认识了很多脱口秀演员朋友，他们真的特别好，愿意带我去玩、吃饭，带我去见世面，对吧？social，对吧？我甚至有一次被他们带着去夜店蹦迪啊。我去了之后我就后悔了，因为他们在里面玩得真的很开心，我在一边格格不入的样子，我就想赶紧走。但我又突然看到他们这些年轻人在里面活力四射的样子，我突然想到我也是年轻人呀，我也20多岁，我这个年纪我就应该像他们一样呀。我当时想到这儿，我就勇敢地跳了下去。我跳了下去，我就跟着他们在里面，我这蹦迪跟送外卖也没什么区别，这还不在骑电动车吗？是不是？外卖到了，外卖到了。给你挂门上了啊！好，谢谢大家，祝你们开心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富妈啊，我是那个趁着还有体力，我上这个节目啊，我太焦虑了，身体跟不上野心。你知道我几年前录节目到早上7点，我想说姐熬也要熬成 BB King。上次录到凌晨3点，我想说退赛吧，这个破节目是吧？最后我整个人累垮了，然后我瘫在角龙后面，我横着躺平了。然后导演跑上来提醒我说：“姐，这么累就别抢镜头了。”本来更年期还有3、4年啊，录完这个节目，大数据都开始给我推更年期特征了：心烦易怒、情绪化、失眠、怕冷、脾气差，想吓唬我。我想说笑死，我7岁不就这样吗？要这么说，我童年就进入更年期了。30几年持续在更，从未断更啊！可怕的不是更年期，是我儿子啊进入了青春期。青春期呢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变化啊。这2天又在跟我聊穿衣自由啊，因为他从小我就要求他上半身必须穿衣服啊，当然下半身也得穿啊。然后我受不了男的光膀子，我过敏。在我还有老公的时候。家里经常一群男的看球啊，进球了，球星在里边脱，他们在外面脱，说哇燃，还问我不燃吗？我说燃啊，但我能脱吗？一群男的不经过我同意，在我面前脱衣服，留我独自穿着，我感受到了一种排挤。我说能不能得体一点？孩子还在呢，把衣服都穿上啊！他们正在穿，又进球了。我费劲穿好的衣服又被 C 罗脱光了。我就好奇啊，2只眼睛看球不够看，肚脐眼必须参与。你们是养眼吗？特别是大广场上看球，全是肚脐眼啊！当然不怪他们，我过敏，我肚脐眼不耐受，密集恐惧症。但我儿子嘛，他叛逆期嘛，他就说光膀子是男子汉的标配，哇燃！我要穿衣自由。我说儿子，穿衣自由，首先你得穿衣。我现在都是讲道理了，很 peace 啊，夹着尾巴做妈妈。前几天晚上我发了一个优雅自拍，
配了一个比较文艺的文案。我说夜深如海啊，我儿子评论儿你在钓鱼。怎么回对吧？我不能说妈妈没有在钓鱼，妈妈只是爱大海。没法回，我只能说哈哈哈，什么意思呀？装傻啊。然后我儿子敲门了，说大半夜发照片海钓啊。你为什么钓不到鱼？因为没有饵。我说谁说没有饵？傅首尔。网上有句话说永远年轻，永远说话难听，是吧？还好我儿子从小说话就难听。小时候老师问他嘛，就说为什么叫多乐？他说你不知道吗？一般父母缺什么就让小孩叫什么。我说我要减肥。他说你怎么总误会自己瘦下来是个美女呢？啊，我说我老了就不会容貌焦虑。他说对，因为你年轻时焦虑。然后前段时间我不是找了个老师学唱歌吗？学费很贵。我说值得呀。老师说妈妈唱歌比百灵鸟还好听。他说会不会是你的钱比鸟的钱好挣呢？一转眼孩子就大了啊，很多人问我有没有这个年龄焦虑，我一边说怎么可能呢，一边默默打开了中年少女卵巢保养秘籍。现在谈到这个女性年龄焦虑啊，都是说容貌流逝啦、身材管理啊，其实那算什么呀，对吧？即便1万个人说我不好看，我可以说你懂什么？老娘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但是如果有一天医生告诉我说你卵巢功能不行了，我说你懂什么？我是世界上卵巢最棒的女人。他会说看来不止卵巢不行了啊，建议看看别的科。所以健康是最重要的。那我对青春期的态度呢是来都来了，我对更年期的态度是欢迎光临。人生有很多期。当我们和每一期不期而遇，希望都能保持好状态、好心态，未来可期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后期，然后希望辛苦老师把我修得好看一点。谢谢大家，我是12。大家好，我叫石岩，我讲这个脱口秀好几年了，其实一直也没有什么成绩。就是也没有啥作品，自己挺多时候都不太想讲了，就很想放弃。之所以现在还在讲，就是因为还有观众喜欢，真的会有观众给我留言，他说：“史岩，我喜欢你，你离婚吧，我娶你。”哎，这句话给了我挺大的安慰。我经常在我睡不着的时候，就上网上去搜自己的视频，完了我翻开这些评论。我点进他们的头像，我想看看都是什么条件的。点进去之后都是什么用户49698972，用户212011041168啥的。我有的时候就想，我说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好像都是从那个圆周率里头出来的。我说我要是真离婚了，我上哪儿找你去？我还得跟祖冲之要人儿。这也就7位。这个能听懂啊？想跟你们分享一点我近期比较强烈的感受，就是我想处对象。这个是我结婚10来年之后，在近期比较强烈的一个感受。怎么跟你们解释这种感觉呢？就是当一个人他在结婚很多年之后，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单了挺长时间了。我有的时候就合计，我说挺多年也没处过对象了，是不是也该找一个？怎么跟你们形容我现在这个婚姻的状态呢？就是我守着厨房，他守着厕所，我们谁都不想去卧室。就是这个卧室的闲置率有点太高了，我都想给他租出去了。我中间那个广告我都想好了，我说出租卧室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中年夫妻的生活状态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厕所哪儿好啊？厕所到底有谁在呀？那么喜欢厕所吗？那么喜欢厕所，咱给床给你抠个坐便好不好？这种感受特别强烈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是我在干家务的时候，就是如果说我在干家务，但是他在玩手机，那我就会觉得我干的不是家务，
我干的是家政。那我干家政的话，我也可以去别人家干。万一人家没玩手机，那我干的不就是家务了吗？我倒不是说让他干多少活，我就是觉得他能不能就是别那么舒服啊？他有点太舒服了，真的。我说你实在想舒服，你能不能滚回卧室舒服去？你怕啥的呢？我又不在卧室，你就去跟租客唠唠嗑呗。就我有的时候我就想，我说。真的就是科学家能不能发明一种那种东西，就是我拖地的时候家里没有网，我洗衣服的时候家里没有网，我做饭的时候家里也没有网，但是也不是很现实，要没有网的话，我也不知道咋做饭。真的就是，哎呀而且我有的时候吧，就感觉你做了一桌子饭。他事儿还特别多。前几天跟我说，他说不想吃锅包肉了，怕胖。我说那你想吃啥呀？他说想吃那种无油、无盐、无调料的鸡肉。我说你点这个菜是不是叫生啃溜达鸡儿啊？对，你就直接出去抓一只回来，你是不是直接上去咬呗？显得你多牲口啊！我做点米饭，他说要断碳水了，说网上说了，现在都流行断碳。我说你就应该断网，你不吃米饭，这哪是断碳水呀？这断的不是东北的经济命脉吗？但是我就是瞎说，其实我们东北的经济没有那么脆弱啊，没有那么脆弱。哎呀，这我有的时候就想，我说他现在已经拥有了霸道总裁所有的缺点。就差一个完美的家世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都有了一种嫁入豪门的感觉。我说这个男人到底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呢？他的亲生父亲不会是扎克伯格吧？但是你爸是谁，你也得吃大米呀。就因为你上个破网，然后就影响我们振兴东北的大好局面呢。弄死你！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，我说如果能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，我选一个啥样的？真的，我就想选一个，就是孙悟空那种。真的，我倒不是说看上他本事有多大，我现在就单纯的看上他饮食结构单一。你们能想象吗？就是跟你携手走过一生的这个人，他这辈子他就吃桃。哎，你给他一根香蕉，他都老开心了。而且他的生育能力也特别强啊！你想给他生猴子，他都不用，直接自己从身上薅一把，一吹，就是100多个。你说这100多个孩子，你咋养？我跟你们说好养，孩子也吃桃。其实说了这么多，我觉得生活里边的这些琐碎的事儿，它就跟圆周率一样，它是无穷无尽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能把我们那个结婚纪念日穿插在那段数字里的话，其实祖冲之他也发现不了。就像我开头已经穿插完了。但是你们也没有发现，这个里头是我在展示一些线下脱口秀和线上节目的区别。就是现场的朋友，你们可能还在想，哎呀，他那纪念日是多少来的？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已经准备往前拉进度条了。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雪。大家好，我是付航。导演组太坏了，我在后面听付航生育能力强，怎么安排的？所有人都说我是猴，其实挺酷的，但是现在我越来越痛苦，因为很多观众真的把我当猴。
我坐动车过来，有一个观众认识我，看着我，哎呀！哈哈，我就这么跟他玩了5分钟，我觉得这事儿就结束了。我坐那儿，过了一会儿，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过来拿一根香蕉，他就这样剥完了吃。我说不吃，他说你飘了。凭什么长得像猴就得爱吃香蕉啊？我不爱吃香蕉，每一次演出观众都给我送好多香蕉，我每次都拿回家里给我亲戚吃。他们现在都说我的演出费是拿香蕉结算的。也正因此，我是家里最出风头的孩子，直到我的风头被我的 rapper 表弟全部抢走。rapper 大家喜欢，我看见我姥姥，我说姥姥好。我表弟说要 respect OG， 我说你管我姥姥叫 OG， 他说 damn bro， 我说啊，他说 damn bro damn， 我说等会儿，我说你这样是在干嘛呀？我不理解，但是我姥姥特别喜欢他，我姥姥就是给红包给红包给红包，他拿一个红包就给我表弟，我表弟哎。Get it, ge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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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。表哥 ，You feel me？ 我说，我 feel 你个屁呀 ，feel！ 那帮 rapper 就是 You feel me？ 你都不知道他 feel 不 feel， 他先 feel 你。我当时，我就觉得太痛苦了，因为他把我的风头全都抢走了。但是他说 ，You can talk like me。我说 No，If I talk like 你。My mom 就会 give me a big 嘴巴，但是我还是暗自发誓，我要当 rapper。下一口进我嘴里的不会是香蕉，是什么？是说唱界新鲜的蛋糕。我没跟任何人说，我就买了一张票，看了一场演出，我挤到最前面，为了合群。上来第一个歌手一过来，要欢迎大家来了我 party， 哎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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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在那儿啊，棒棒棒棒棒棒。我说买票了，别打了。他说 peace， 啊，然后他就开始炫富，他说不愿意跟你玩这些低级的游戏，因为出门就开我的私人飞机，私人飞机他这么开。翻崩了都翻了，我翻过。我特别不理解他炫富的歌词，为什么？因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上来说我的钱花不完，底下观众花不完，花不完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这给我点，给我点。凭什么？他开豪车，我看演出，我也是大专呀，我也是大专呀。他在台上，他说：“我开法拉利。”我说：“我也要。”他说：“我穿进口上衣。”我说：“我也要。”他说：“我吃进口水果。”我说：“不要。”我再说一遍，我最恨香蕉，不要再给我香蕉。当时。第二个 rapper 上来比他第一个还有意思，他走的是那种文艺范儿 ，real， 就是真实、狠，带点文艺。上台第一句话就是“要，我死了”。我说刚才被枪打的不是我吗？他后面3秒说了一句话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他说 ：“dance dance dance， 要 check it dance dance hip hop。”又给了我生命。我说又活了，这个 respect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他后面有点太 real 了，先开始骂同行，你知道骂同行，我很乐意听。
不带任何纸袋啊。他后来骂了，开始骂观众。我就站在那儿，他说我不愿意为了钱给那些傻子表演。我说这里有我吗？我说那些傻瓜都不知道我在说他。我说有我。我太生气了。我说你也太狠了，你怎么这么狠啊？我就上网查了一下他线下演出，动我的兄弟都是世仇，我永远不会向综艺低头。一上综艺节目，谢谢评委老师给我的机会，我想跟吴镇宇老师学普通话。哎呀，当时我就发现，啊，风格太难找了，我还是先学动作吧。啊，动作非常简单，大家可以上网看啊，有详细的教学。第一个。大家学啊！第一个上来就是先搓手，啊，而且嘴得是就，没有，就这样。哎，别人不看你就搓，啊，别人一看你，哎，快搓。啊，第二个动作是发钱，第三个动作是挡脸。我发现我真的当不了 rapper， 因为我做第一个动作，我一搓，我发现。我不干净，我搓出好多皮脂腺分泌物，而且呢，我一这么搓，我就想这么搓。最恐怖的就是每次搓都有，但是我一下就明白后面两个动作为什么连在一起了。观众说：“谁的泥啊？”我说：“不是我。”朋友们，这不是我的泥，这是我的皮脂腺分泌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个女演员啊，看得出来吗？大家？谢谢，我也是个中专生啊，是。怎么这个你们就看出来了是吧？哎，我当年中专毕业的时候，真的在成都很难找个工作，你知道吧？那年我刚好18岁，包里面只有500块钱，就是饭也吃不上，住的地方也没有。最紧急的事情就是立马要找一个工作。我刚好那天走到路上，有个人就来拍我的肩膀，他说：“嘿，帅哥，你找不找工作？我们这里388好工作包找到。”朋友们，你们看得出来我脑子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他当时说完过后，我直接给他交了400，但真的交了钱就很有用，你知道吧？我上午交的钱，下午就通知我晚上去加班去了。我们是一帮人去的，在一个写字楼里面。哎，去了过后，主管就给我分了一个小组，他说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恋爱 ING， 是一个线上恋爱体验小组。我说哦，那我要体验。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号。他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你自己了，你是大甜甜。朋友们，你们也看得出来，我跟这3个字啊，只有大跟我有关系。然后工作内容也很简单，就是负责跟这个微信号上面50个男的谈恋爱。50个男的呀，哈哈。我当时脑子里面只有2个字。show time， 非诚勿扰一期才24个，我等于去非诚勿扰上面一站到底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那个时候虽然文化不高啊，但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没对。你们想嘛，这种行为你放在古代，那都是要进猪笼的。那我们主管跟我说，哎，我们这个工作包吃包住啊。我一想，我不进猪笼，谁进猪笼？我就开始上班了。其实很简单，只需要跟这个微信上面不同年龄、不同性格的男的聊天就可以了。我早上去了，到公司一打完卡，坐到电脑面前，我就开始复制粘贴。哥哥早上好，哥哥早上好，叔叔早上好，阿公早上好。日复一日，哥哥早上好，哥哥早上好，叔叔早上好，阿公不在了。我那段时间甚至啊，我都已经掌握了如何跟男人相处。很简单。
就是不管他们干什么，你只要夸他就可以了。哎，我有个哥哥特别爱给我发自拍啊，简单来说就是他自己的躯干。发完了过后，他还给我附上一行字，他说怎么样，帅吧？瞎系男友。我都要回答，我说哥哥好帅啊，哥哥好生动啊，给你拍照的该不会是齐白石吧？但那段时间上班上的，我都有点分不清我自己到底是我自己还是大甜甜了。怎么说？就早上啊，挤地铁去公司的路上，要是有男的碰我一下，我都在想，男人碰到我，你跑不掉啦。但其实直到1个月过后啊，我们主管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。他说这是一个线上算命体验组，让我用同一套话术给不同的人看手相，别人发手背的也让我一块看了。最关键的是，对面的人还觉得我算得很准，他非要给我转400块钱，让我帮他看一下事业。什么意思啊，朋友们？我越想越不对。我看了那个消息，我都想到我为了找工作交的那400，我被别人诈骗到诈骗公司，来诈骗别人。我一想大甜甜号一定有问题，我就开始满公司找这个账号，果然把他揪出来了。他已经在跟我49个哥哥说什么，你们肯定听过。我从小跟爷爷一块生活，我们家里有一片茶山。好啊，我在前面情投意合，他们在后面今天买2盒送1盒。朋友们千万不要网恋买茶，不如就喝统一无糖春福绿茶。恋爱应该微微发酵，喝茶应该缓缓生香，不是每一种茶都是这样的好茶。我转头一想，我的哥哥们，危险危险危险！不行，我的男人我来守护。我就开始尝试给他们所有的人解释这是一个骗局，但没有人相信我。我说那你们可以不信我，你们应该不会不信命吧？我决定用诈骗打败诈骗，老子直接用张大师的号加他们所有人，我就给他们看手相，凡是发了图过来的，我就会回他，我说看了您的感情线，最近情路坎坷吧，小心人财两空啊，尽快远离身边名字里面带叠词的，尤其是以 ABB 格式出现的女人。那边回我，大师说的该不会是高圆圆吧？但好在他们一边在删大甜甜的微信啊，我也就准备离开这个公司了。我走之前，我就做了最后一个事儿，我用张大师的号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我说朋友们，我要去结婚去了，下面配了一张大甜甜的图片，我要让我的所有哥哥们彻底死心。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啊，就今天也分享给大家。我自己总结了一下，谨防网上诈骗，一定小心网恋。如果非要网恋，想想我是甜甜。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何登。今天讲一讲这个疾病哈。我这个眼睛是得了一种罕见病啊，叫青少年黄斑变性。这也是我来讲脱口秀最初的初衷，就是想找找我的病友，然后上了一个脱口秀的综艺，效果也很明显啊，所有人都知道了我是个盲人，没人记得这个病。我觉得那个节目不太行，所以今年换了个节目。今年完了，要是还是不行的话，就再换一个节目啊，去新说唱。我这个形象都不用换的啊。罕见病啊，之前还去参加过一个会，叫中国罕见病高峰论坛。你听这个名字啊，又高端又惨，什么怪病都有，罕见病巅峰对决。有各种各样的，有拄着拐进来的，还有轮椅摇进来的。有个大哥最夸张，轮椅都坐不住，还专门有个人扶着。我心想，大哥都这样了，要不然就别来开会了吧？那就是我见过最爱开会的人。我说你要不老这么跑到处开会，会不会都已经好了都？我给你推荐个软件，叫爱奇艺会议。我这个病显得就有点太轻了，你们理解吗？脱口秀还能比个2轮，那个大会海选就淘汰了。别人过来安慰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接。有个大哥说：“你啊，你就是
哦，看不见啊，骑马没有生命危险。我说这个怎么接呢？有个大姐说她可不能骑马，她骑马就会有生命危险。我说谐音梗就能接，原来。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可以开玩笑，那个地方应该是中国，地域笑话浓度最高的地方。地狱到什么程度呢？但凡有个笑话我没憋住，我觉得这个眼睛一辈子都不可能治好了。跟大姐聊了2句，发现老乡，我说加个微信吧，保持联系，过年回家请你吃饭。大姐说你现在就请，到过年不一定还能看到我。我说不好意思，不知道这么严重。大姐说不是，我是怕你那个太严重了，是吧？就在那个地方，我这个病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，但在生活中就受到了很多这种格外的重视。去年有一回，在重庆坐飞机，送我去大哥，开错航站楼了。他也不瞎，他就是脑子不太行。那开着车，你跟他聊2句的，就错过一个路口。到那时候发现错了，我说完了，肯定赶不上了。大哥还安慰我，你放心，我们重庆有小飞侠，可以直接把迟到的乘客一直送到登机口。我说就20分钟了，还得开过去，一会儿还得安检。小飞这回得来个小叮当才能赶上。掏出任意门一开，哇，直接进机舱了。大哥说你都有任意门了，你另头开在上海不就完了？又错过一个路口。我说你要是个哑巴，这会儿我已经到上海了。到那登机口的时候只剩5分钟了，然后到那柜台值机柜台只剩5分钟了，工作人员很生气，说怎么这会儿才来，现在来肯定赶不上了呀。我刚想解释，大哥说他是个盲人。那工作人员一下就紧张了。你们见过人死机吗？不是那种卡住不动的死机，是中毒了疯狂弹窗那种死机。盲人，你就知道他应该有一条标准的流程，但是他没怎么用过。他在那抓耳挠腮，想说我这个腮去哪儿了呢？我在想了半天，抄起电话打电话，那个登机口来个人，这里有个盲人，赶紧接过去，咔就挂了。他咔那么一下，我就知道老子成功登机。后来把这个事情讲给朋友听啊，朋友说：“那你这不算是钻空子吗？”我说：“你怎么不钻呢？空子不就在那儿吗？就你是没看见吗？再说我也不钻空子，我这不掉空子里了吗？”还有一次也是类似这种情况，还是在机场安检排队，人太多了，我挑了半天，挑了个最少的队啊，排过去。有工作人员先生，对不起，这里是老弱病残通道。我心想，那不就是我的通道？我也打正着，我说我是个盲人，他愣住了，我知道他大概死机了。他愣了得1秒多钟，他说盲，那你把你那个登机牌给我看一下。我心想，不是应该看我的残疾证吗？没有怀疑我的视力，怀疑我的消费能力。查登机牌干嘛？坐飞机还能逃票呢，还能排上了。那天也是我第一次走老弱病残通道。那天学会一个道理：为什么老弱病残专门要一个通道？因为他们真的太慢了。我以为钻了个空子，结果被空子硬空了20分钟。所以最后啊，呼吁残障的朋友们多出门，不要因为1、2次麻烦就害怕就放弃了，要多出门。你多出门，多给他们添麻烦，他们才能少死机。我讲到这，谢谢大家，我说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梁岩。谢谢大家啊！我是一个基层大厅工作人员啊，我们这个日常工作呀，帮大家办社保、解答政策。大家可能对我不熟悉，线下有一些朋友认识啊，平时也会私信我一些建议，劝我辞职。我说这个是领导的意思还是？啊，人说没有。人说我觉得你讲挺好的啊，我觉得如果你辞职啊，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写段子啊。说的我也很惭愧，我说你以为我什么时间写段子？开玩笑，我们这个工作呀还是很忙啊。
尤其在咨询台，就有的人他来了半个钟头啊，你都不知道他要干嘛。就大家身边也会有这种朋友，就是他说话呀不着重点。那天呢来一大姐，她说：“哎，小伙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呀，北京人，我们家里边啊3套房，我这个背景啊不能跟你多说。”我说是，我说大姐您要问什么呀？大姐说：“哎，我跟你咨询咨询我们家小孩儿，我们家那孩子，哎呦，特别帅。从小啊，我们就是琴棋书画，小学6年级毕业啊，钢琴9级，保送北京4中。哎，我们在北京4中，我们连续3年3好生。哎，我们现在出国留学了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，而且啊。”全额奖学金，而且啊，门成绩都是 A， 哎，而且是他们学校篮球队唯一的一个中国孩子。而且我说大姐，我都弹窗了。我们有一套标准的话术，但是完全想不起来了。他是不是想着这靠半个在占我的？我说大姐，你要问什么呀？我说你是来咨询你们家孩子厉害不厉害吗？后来我一问啊，大姐说啊，就是他现在回国，失业了。啊，我问问怎么领失业金啊？给我都问不会了，这么厉害，失业了，是不是就是面试的时候废话太多？HR 说来，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专业。谁？我小时候，哎呦，特别帅啊，琴棋书画啊，哎呦呵，哎，回家等通知啊。还有一些人啊，就你很难说他是来咨询还是来炫耀。你看冬天挺冷啊，大哥冬天来啊，穿个貂，加个包，这个奔驰的车钥匙啊就套在手指头上。也不往包里装，这个包啊什么也不装，就是装。他其实本来把车停在停车场，走进办公楼，他那车钥匙呢就在包里装着，但是走到你的柜台，对不起啊，装不下了，必须拿出来，要不然呢就甩在你的柜台上，要不然呢就在你脸前面转，一边转一边问，哎。就是你们这社保最贵的啊！哎，1个月多少钱？我的天！我说咱们现在个人参保啊，最高档1个月呢6000多呢。嘿呦，才6000多啊！6000多，你这样啊，你先给我来10份。我的天！我说大哥理财来了，你看我工作10多年了，我头一次见到对这个这么信赖的人。我说大哥也不看看新闻，不知道延迟退休了，还得解释。我说大哥是这样，我们这个社会保险啊，跟商业保险不一样。我们这个社保呢是根据每个人的身份证号来的，这一个身份证啊只能办1份儿。你看这事儿很简单是吧？一句话就解释清楚了，大家呢也都能听明白。但是你们知道有钱人啊，你就拦不住。大哥继续转。啊？哦，一个身份证还只能办1份儿。你这样。你先给我来10个身份证。我们工作中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人，我每次遇到这样的人，我就在想，我们是应该先满足他的业务需求，还是应该先满足他的内心需求？就我总觉得这种人，你满足了他的虚荣心，他那个业务啊办不办无所谓，是吧？大哥跟那转，我说哎呦，大哥别转了，哎呦，这什么呀这是？啊，大奔，我天，快叫领导出来看看，快！那时候你再问大哥，你说大哥办什么业务啊？大哥说业务，什么业务？你玩你的，你玩。但是这个呀也还好，也还好。就他终归他还有一个业务要问，是吧？还有一些更夸张，就来我们这个业务大厅没有业务。那天早上一开门，进来一对大爷大妈2口子。大爷路过咨询台，指着我，哎，天热多喝水啊！吓我一跳。
我都没有来得及感谢大爷，大爷自己就去多喝水了，喝的我们的水。我们那个饮水机，11升那种大桶，大爷从书包里掏出小水壶就开始接水。就大爷这水壶怎么形容啊？他要是接2壶，我这1桶不够。大妈就留在咨询台牵制我。大家都去过我们这种政务大厅啊，我们那个咨询台上会放着很多的宣传折页、办事指南，大妈呢随手翻看。哎，小伙子，这能拿吗？这个？我说嗨，我说您拿呗。说完我就后悔了。大妈从兜里瞪出一黑色垃圾袋，能拿是吧？我说大妈，你别给我包圆了呀！我赶紧拦，我说大妈，不是不让您拿，我说我们呢这个是给咨询的同志准备的，我说您要不咨询啊，您就别拿了。我都没想到啊，你看大妈爱占小便宜，但是逻辑性强。大妈说：“嘿，小伙子，看你说的，大妈不是刚跟你咨询能不能拿吗？”你别说我看不下去，大爷都看不下去了。大爷接完水回来都说老太太，说老太太你瞎拿人这干嘛呀？小纸条有什么用啊？我说大爷，你把我洗手液给我放下。我一会儿看着大爷大妈进完货走啊，我回头再看看我们这大厅，凄凉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也不能报警是吧？我觉得真报警，大妈都可能会问警察说：“师傅，你这手铐你平时用吗？”谢谢大家，我是连夜。Hello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深圳三角洲喜剧的戴维。Hello， 嗨。实不相瞒啊，我有一个6岁的女儿。谢谢啊！我一直都很担心自己不是一个靠谱的爸爸。我现在每天晚上9点钟准时要哄她睡觉，然后为了让她尽快入睡呢，就所有灯要关掉，我也不能玩手机，我就在黑暗当中跟她2个人并排躺在床上。大家觉得这种情况下谁会先睡着？所以一般都是我女儿帮我盖好被子，还亲一下我的额头，就去客厅倒一杯红酒，抱着我老婆啊，终于把她哄睡啦。然后她睡觉之前还要给她讲故事。那现在其实你给小孩子讲的也都还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些经典故事，但我现在回头去看，整个感受会很不一样。就比如说田螺姑娘这个故事，我小时候看，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单身汉的身上，那就是在看历史上最早的爽文，那个标题都应该是极品神仙老婆给我当保姆。但我现在看，我会把自己带入到田螺姑娘她爸的身上。整个故事一下子变得很恐怖了啊！今日说法，我得一边给我女儿讲，一边给她普法。田螺姑娘在路边被人捡走了，带回了家。宝宝，这是绑架啊！单身汉把田螺姑娘的壳藏起来，田螺姑娘回不了家，只能嫁给他。这是非法拘禁加强迫婚姻罪。而且那个壳是田螺姑娘她的婚前房产，是她爸妈。2个老田螺，辛辛苦苦一辈子给他攒了首付，现在被人给抢了。你以后一定要签好婚前协议哦。就现在看很多老故事都很有问题啊。白雪公主里面的魔镜制造容貌焦虑，灰姑娘假装上流社会混圈子，想阶层跃迁，都不太对。但有的故事还是可以的啊，就据我自己观察呢，那个结局越悲惨的故事，他讲的道理就越正确。我现在最喜欢的故事是《海的女儿》。小美人鱼为了王子啊，放弃嗓音，放弃故乡大海，想跟王子在一起，但是王子娶了别人，他就变成泡沫消失掉了。多好的故事！恋爱脑的下场就是不得好死。我也不确定我这样算不算是个好爸爸，而且我好像没有办法对我女儿做到那种完全无私的爱，就还是要有条件。那个条件就是她得识好歹。前段时间她过生日，我特意挑了个蛋糕给她，她一边吃一边嫌弃，怎么不是艾莎公主蛋糕？奶油也不好吃。
然后把那个蛋糕扒烂了，只把里面芒果挑出来吃掉，搞得一片狼藉。就但凡他跟我说一句谢谢爸爸，我都会没关系，命给你。但现在他是不遗余力挑战我容忍的极限，我真想一个芒果塞他嘴里了。我就心想，我为什么要给你买蛋糕啊？你知不知道你能活过这一年，完全是因为我啊，你妈、你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6个人轮流给你喂饭、带你看病、给你吃药，你所做的就只有扒窗户、玩煤气炉、书柜攀岩、吃地上捡到的所有东西、坐车的时候拉车门和把手指插到插座里面。你有为自己活下去经过一丁点努力吗？你没有，你每天作死，你连吃饭这种最基本维持生命体征的事情都是我求着你做。你能长大1岁，全部功劳都是我们6个人的。你不配吃这个蛋糕，你应该看着我们6个人吃这个蛋糕。我自己在那里越想越生气，就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有人喜欢把别人头摁到蛋糕里面去了。祝你生日快乐啊！快给我长大好吗？还是提醒大家，这个动作很危险啊！家里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我的想象，好吗？啊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戴维。大家好，我叫小海。我已经结婚8年了。之前有一阵儿我跟我老公是异地。其实我觉得异地婚特别好，真的。今天如果有没结婚的朋友，我跟你们说，结婚就要结异地婚。真的，下次我还结异地婚。真的，之前还总有人很担心我，跟我说：“你这样时间长了，你不担心你会离婚吗？”我说：“离婚不就是为了过上我这样的生活吗？就你不用离婚，你就能享受到离婚的自由。真的，姐妹们，一个人住真的太爽了。你再也不用每天回家看到一个人，他在家不是躺着就是坐着，根本不会直立行走。你说他是不是不是人呢？”不光是我觉得我老公他也过上了所有已婚男人最羡慕的生活，有婚姻没老婆。就你不用失去你一半的财产，就可以轻松的失去你的另一半。他一个人过得也很爽，再也没有一个人夏天睡觉不管多热，永远都不让他开空调，而且还会让他做一件人类永远做不到的事儿：你别热。再也没有一个人天天催他洗澡，一回家就跟他说：“哟，咱们家怎么这么臭啊？什么东西坏了？是你吗？”他一个人过得也很爽，他根本就不想离婚。就算是我跟他说我们离婚吧，他都会跟我说：“离婚证不就是一张纸吗？为什么非要看中那张纸？最重要的不是咱俩的感情吗？只要咱俩的感情足够淡，离不离婚又有什么差别呢？”如果说这个婚姻是围城，对吧？外面人想进去，里面人想出来，我感觉我就是骑在墙上，就进可攻，退可守。我有朋友跟我说，他已经离婚了，已经出了围城了。我说你出去干嘛？你上来呀！所以我现在真的就不能理解，为什么有人会说他们离婚的原因是聚少离多。我说这不就是我维持婚姻的秘诀吗？还有人问我说，你这样时间长了，你不担心你老公会出轨吗？我说我不担心，因为他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。你们知道什么是安全感吗？我觉得安全感就是一个人，不管你有多长时间没见他，但你永远都不会忘了他有多丑。异地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没人催你生孩子。之前我老公也总是催我生孩子，他跟我说：“你生个孩子吧，我真的很想当爸爸。”我说我也想当爸爸，因为我觉得当妈妈比当爸爸难多了。当妈妈往往就意味着牺牲。你看，你要当一个好母亲，你要像那个孟母三迁、岳母刺字，你要成为烛光里的妈妈。但你要当一个好父亲，你只需要买几个橘子。不过后来他也成长了，也想通了，跟我说：“你想生就生，不想生就不生。”
我真的很感动。那一刻我才发现，原来他真的连橘子都懒得买呀。谢谢大家，我小海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卡卡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啊？我的这个嘴巴呀，其实是有点往前凸的。确实比正面明显很多。这个现象叫凸嘴。可能有人看不出来是吧？其实我自己也看不出来，是我的小学同桌告诉我的。说我的嘴巴呀，从侧面看有点尖尖的。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要跟他说悄悄话的时候，他从来不让我凑他耳朵太近。说什么刺耳？这都还好啊，这都还好。我最好的朋友评价我，那才叫难听啊！因为最好的朋友就是这样，他总能找到一个跟你长得最接近的丑八怪，然后说你跟他一模一样。我当时问过我最好的朋友，我说我现在在你心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？他说卡卡，你知道吗？在日本，河里有一种妖怪。我说等一下，河里有一种妖怪，确定是形容我？他没错，叫河童，嘴巴尖尖的，全身都是绿色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你不知道没关系，跟你一模一样。朋友们，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河童，我也不知道日本的河童到底长什么样子，但我听到他用的计量单位是一只，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试图安慰我，但是你是那种，好河童，你不是那种会害人的，你是那种会帮村民做事情、会帮村民干活的河童，你是劳动河童。现在跟我父母的话，我跟我妈联系比较多，跟我爸联系比较少啊。因为我在上初中的时候，爸妈离婚了嘛，然后我爸在我上大学期间呢，又去结了几次婚。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呀，我跟我爸的关系，其实更像小学同学。平时不怎么联系，一给我发消息就是我要结婚了。所以用现在的话说，我就感觉我爸特别松弛。还有次考试没有考及格，他拿着我的数学卷子跟我说：“你这个分数呀，可以直接退学了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你就不能鼓励鼓励我吗？”我爸说：“退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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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学。”我就很羡慕我爸这种他什么都不在乎的那种感觉啊。他好像唯一有点在乎的就是我的事业了，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讲脱口秀嘛，我就骗他说我在一个事业单位上班。上次我参加他婚礼的时候，他问我，他说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？我说2500。我爸有点生气，他说你在这单位干了5年，怎么还2500？5年呀，什么单位？你告诉我5年是什么单位？我说爸，5年是时间单位。我刚来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那个 HR， 然后被裁了。被裁员之后，我跟我妈打了个电话，我说裁员实在是太难受了。我话还没说完，我妈就说：“儿子啊，帮公司裁员不是你的正常工作吗？有什么可难受的？你不要有压力，也别觉得裁人裁多了就有负罪感。你想想那些被裁的呀，肯定是在公司混吃等死的人。而且你要换个角度呀，换个角度，妈妈觉得啊，他们也不是被你裁掉了，他们呀，是被社会淘汰了。妈妈这么说的话，你心里好受了点吧？我说好受多了，妈妈。再见了，妈妈。我说妈妈，最后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如果那个被裁的人如果是我呢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大学也白上了？还不如听我爸的，早点退学。我妈说你别听你爸瞎说啊，妈妈觉得啊，你高中就可以退学了。哎，我说妈妈，你就不能鼓励鼓励我吗？我妈说，退学，退学。待会儿看看，谢谢。哎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树，我是一个00后，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，我上面还有哥哥姐姐，但我们3个都不太喜欢回家，因为跟父母的观念相差很大，住在一块儿就总是会干预你的生活。每次只要过年待在家里，我哥就会每天被我爸催着结婚，而我就会每天被我妈催着起床。2个人不达目的不肯罢休。你有感觉现在年轻人回老家就2件事：起床、结婚。
在我们老家那种传统观念非常根深蒂固的地方，父母对孩子结婚真的非常的重视，而且我们那儿催婚催的真的特别的早，早的18、19岁就要开始相亲。很多人可能不了解，我们那儿农村都是这样，就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，就要必须找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生子，共度余生。所以我从小就明白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高考是唯一的出路。我们那儿这种现象很普遍，就是没上学的结婚的都很早，大学生单身的都很多。高考就是我决定我们婚姻状况的分水岭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什么是独木？光棍。但考上大学也逃不过去。去年我也开始被催了，我说我现在恋爱还没谈呢。我爸说我教你。我说你很难相信，一个上个世纪通过相亲组成家庭的中年人，来指导我一个年轻人怎么在微信上跟别人聊骚。要知道微信怎么用还是我教他的，翅膀有点硬了吧？对，太没有说服力了。他当时都没有恋爱过，现在却来教我，这种诡异的师徒关系，我平生只在大学里见过。就是那种一毕业就留校的就业指导老师。对，我当然我也试过劝过他们别催了，但是没有用，因为有些父母的思想啊，你也不能说是落后吧，那简直就是原始。我真的在他们眼里，我生命的意义那就是求偶，马不停蹄的求偶。我当我们年轻人还每天 emo 啊，躺在那儿对未来感到迷茫啊，人活着是为了什么？我妈站在旁边，起床结婚。当我们年轻人还每天待在象牙塔里探讨哲学，啊，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到哪里去？你是个光棍，你从床上起来，到民政局去。直到后来又劝他们，才了解到他们为什么这么逼迫孩子结婚，是因为在他们大人的世界里，如果孩子年龄大了不结婚，他们会觉得自己很丢人。只有我结了婚，他们才觉得自己有面子，甚至我结了再离都可以，给他们刷一个成就。真的好像我结婚对他们来说就像成就一样。小时候会炫耀孩子上学，成年了就开始炫耀孩子结婚。等再有亲戚来家里做客，我妈可能又会开始洋洋得意。我们这孩子啊，特别优秀，那可是我们村儿第一个结婚的大学生。这孩子从小就想结婚，也不玩游戏。也不看快书，这每天啊一起床就开始结婚，没人逼他，你说说。哎，可惜呀，今年没发挥好，离了。明年啊，准备再重新结一次。孩子要强，没结上他的第一志愿。就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，结婚还是很有难度的啊，要先起床的。我人生还长，我想再睡会儿。好，今天让你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我叫翟亚宁，谢谢。真的讲讲我这个第二份工作，我前一段在工地嘛，后来为了讲脱口秀，就在杭州这个城市发展了。杭州这是果然名不虚传，特别累，特别卷。我永远忘不了我在杭州加班的记录啊，就是连续加班加2礼拜到下班凌晨4点，就什么感觉呢？朋友们，你们听过一句话没有？就那个科比说的：“你见过凌晨4点的太阳吗？”我看2礼拜了呢，凌晨4点根本就没有太阳呢，就只能打车回家。很多时候就是碰上有特别热情、爱聊天的司机，一上车跟你聊天的小伙儿，你这是跟哪个酒吧玩这么晚呢？是那个叫海伦似的吗？是，我说是那个叫奥菲似的啊。我跟你说，本来吧不用经常那么晚，晚的原因就是因为领导经常找咱们开会，你知道吗？咱们本来6点下班就能走，经常5点55领导过来拍咱们肩膀，说咱呀，就关于那个项目，我突然就想到一个特别好的 idea 啊。我希望一会儿下班啊，咱俩可以找个时间一起就是 discuss 一下。一 discuss 就 gas 3小时，真的特别痛苦。每次跟领导 discuss 的时候，我都 diss 他，因为再不 diss 他，我就要被 gas 了。
而且你发现没，很多时候领导特别虚伪，就加完班之后就把手搭你肩膀就鼓励你说：“咱辛苦了，辛苦了。”我说辛苦了，那没有你能辛苦吗？我感觉这事儿就不合理啊！你说咱们打工的人明明拿着固定的钱，随时随地被领导要求多加班干活，我感觉不对呀，咱应该有权利随时随地让他多给咱来点钱呢，是不是？我前面找我领导是吧？领导啊，一会儿下班给我打2000块钱来，来着急用来，万一他真给我打了呢？我发誓我也把手搭他肩膀上鼓励他，哎，他妈破费了，破费了。所以朋友们，哎，我这个人平时上班就挺戾气重，我就爱跟那种摸鱼摸得好的同事跟一起玩，谁摸鱼摸得好跟谁乖就好。我有那同事摸鱼很厉害，现在都已经摸成表演艺术家了。就他们在皱着眉头若有所思盯着自己工位的电脑屏幕，我永远都猜不到他到底是在认真工作还是在算外卖满减着呢。就我旁边那哥们儿现在已经锻炼到什么程度了，他都能做到就是一边皱眉头一边看1年1度喜剧大赛了都能。真的，那看见好笑的地方，现在都学会叹气了，都了，特别厉害，就表情跟心情各玩各的。完了就提到这工作，哎，就忍不住想给各位分享一个我最喜欢的那个 APP 软件啊，就那个钉钉啊，咱都用啊，那真是个伟大的软件啊。哎，你们用过钉钉的那个表情包没有？那个赞。特别帅，试一试。咱正常微信其他聊天软件给人发点赞的表情，就啪一个大拇指就定着了。钉钉的赞你观察过没有？那个大拇指一直摇啊！真的，这是我见过全世界最 Q 弹的赞啊！我感觉这功能就有点意思。朋友们，你想哎，如果一个大拇指啪就定着了，就表示赞同、表示认可、表示棒，对吧？但如果要是说，哼，你可真行啊你。那是不是有点嘲讽的意思啊？而且他那里头还有一个专门为钉钉赞设计的按钮，哎，那个按钮一点下去，那个大拇指居然还能进化，变成一个大拇指，特别大。我工位电脑屏幕29寸的，第一次点开都没忍住，跟我大拇指亲自都比了一下，一边大。我摸鱼都拿它当动画片看来的。而且钉钉朋友们最厉害的是，我见过全网唯一一个软件就能给赞还点赞的，真的。真的，你试试，鼠标放大拇指下边，底下居然能塞一个小大拇指的。哎，我就经常能看着那种特别帅的画面，就我领导发了个大拇指搁这摇啊，完了底下跟着60个小大拇指跟一起摇着呢。你要说设计功能的产品经理没当过舔狗，我都不相信了。特别帅啊！朋友们，我每次哈讲到钉钉这部分，我都容易激动，咱们能感受到吧？说实话，钉钉这部分它这个笑点就不是那么十分稳定的，你站在台上就看得非常清楚，真的，你能看清每一双的眼睛。总有那么一些观众他没有步入社会，没参加过工作，那种学生观众朋友们，听钉钉眼睛里明显有那么一丝迷茫。别着急啊，学生朋友们啊，苍天饶过谁啊这玩意儿。等到你凌晨4点下班用钉钉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了啊！关于这个上班啊，我得给各位分享最后一点。我在工作的时候最恨的一种人，没有之一，就是那种领导的舔狗。我一直以为咱们打工人应该是一伙的，不是。我遇见过最狠一个同事，真的舔领导拿命在舔。我永远忘不了那同事，他姓何，完了就是脑子有病，要做开颅手术，真有病，真的。你要开颅嘛？他前天晚上需要剃光头，他把头发全都剃了，对自己发张自拍，还配着文案说：“兄弟们，是生是死，明天见啊！”咱都鼓励他说：“兄弟，你肯定能好，早日康复，回来等你喝酒。”我永远忘不了何工手术当天，咱们8点半上班，8点25，何工在全公司大群里发了第一句话：“祝张总生日快乐。”朋友们，开颅手术啊，那可是，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生日祝福啊，这很可能是他的遗言呐，这很可能是这哥们儿这辈子最后一次用手机发最后一句话，他选择祝张总生日快乐。张总当时看完都不敢不快乐的了，张总当时看完马上发个大拇指就跟开始摇了。特别感谢何工啊，让张总度了人生中目前最难忘的生日。
当然，就手术进行的还是非常顺利的。这个何工现在已经出院了，人恢复的非常好。出院以后没过几个月，他就升职了，从何工就被提拔成那个何组长了，张总亲自提拔的。所以我现在每次再见到何组长，我都忍不住盯着脑那条手术疤痕多看2眼。那哥们儿开颅从脑门开着开到后脖颈，朋友们长这么大没见过那么长的事业线的，太帅了。讲到这儿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啊，大家好啊，我叫刘振东，我是一个大专生。在法律上呢，我们大专生也可以管自己叫做大学生，大家知道吗？法律允许我们管自己叫大学生，法律允许，但是你出去不能乱说。你说啊，我在念大学，有些人他不懂，但他会恶心你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大专也上大学啊，这不要脸的，硬凑硬凑。法律也不管他们，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。你出去一说自己在念大学，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啊，你是本科生。有一次我就是一上车，那个出租车司机跟我聊天，他小伙子，我看你这样好像是念大学呢啊。我说对，说完我就后悔了啊。大哥就开始了，大学好啊，真羡慕你是吧？这毕业之前还能先玩他个4年。我说也不一定是先玩4年啊，学医的吧？那得考研，小伙子，现在是竞争激烈，你不知道，现在这外边这本科生啊，都一抓一大把呀，小伙子。我说我好想被抓到呀，真的。全程我都没有告诉他我是大专生啊，不是因为我自卑，是我怕他替我自卑。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。过年的时候，我家亲戚拽着我聊天，说：“哎，振东考大学了啊？南方北方啊？1本2本呐？好不好就业呀？学校叫啥呀？哪个学校呀？你咋不说话呀？啊，你说话呗，哪个学校呀？啊？”我说大专啊，挺好的啊。连我学校名字都没问啊，我就觉得特别奇怪，明明考不好的是我，但下不来台的却是对方。有时候我就想故意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是个大专生，看看对方什么样的反应。啊，我认识一个北京大学的女孩，是一个研究生。有一次我俩在那吃饭吃到一半，她举着杯子开始问我，她说：“啊，刘振东，你也是研究生毕业之后讲的脱口秀吗？”我说我是大专啊。其实我这个学历呀，已经低的超出了这个女孩的预期，但是这个女孩又想安慰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情急之下，举着杯子看着我憋了半天，她说：“哇哦。”我说我是高了本科录取线3分滑档去的大专，他说酷。我说你们北大的词汇量也不是很大嘛，啊，还研究生呢，也研究不了我。然后我就跟这个女孩聊天啊，发现好学生就特别在乎自己的学校，对吧？你看北大给他们那个人工湖都取个名字，对吧？一个人工湖取名叫啥湖？大家知道吗？叫未名湖，对吧？一个人工湖取名叫未名湖啊，我们的未名湖。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人工湖，我们根本不在乎。我们学校的人工湖就叫人工湖，没有人在乎。对吧？而且我觉得学习越好的学生吧，就越能替我们去流水线上干活，你知道吗？我发现学习越好越适合去流水线，对吧？首先比我们专注啊，早睡早起，对吧？他们去流水线拧螺丝不会出差错的。啊，所以我最近呢准备创业了啊！如果咱们在座有那种学历比我高的啊，希望大家给我发 offer， 好不好？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洋。刚才小龙也说了，其实上一场没来的观众不知道，我上一场是全场第2。那我为什么会坐到那边？因为付航直接把我炸到那边。但是说实话，各位，输给付航是最好的一个选择。我可以很自豪地说，我没有输给任何人。我最近在减肥，健身在减肥，主要是希望脸稍微再显得小一点，希望脸能更小一点。然后我其实，在小红书上搜了很多东西，然后很多人会说网上有很多假的东西，你不能全信的。我只信那些劝我做我想做的事儿的帖子，所以我在小红书上搜了，我搜到一个让脸变小的绝技，分享给各位一套理论，很有科学依据。如何让脸变小？把肩练大。太有道理了，各位。各位，如果刚才我上场我肩宽2.5米，
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注意我的脸。大家问的唯一一句跟我脸有关的就是他脸呢？只有范志毅老师会说：“哦呦，这么宽的肩膀，脸都不要了。”我当然还在网上搜索了很多，我搜索了一系列的东西，我给各位分享一下我从那天到现在我搜索的全过程，分享一下这个心路历程。我先搜如何把肩练大，练肩的5个最佳动作，练肩如何上超大重量，肩膀受伤如何康复，阴天下雨肩膀就疼正常吗？如何让肩膀看起来很大，如何 P 图，如何战胜焦虑，如何出家，出家人如何练肩。后来还是决定去健身房，要去健身房。去健身房也很焦虑，因为健身房有太多肌肉狂魔了。各位，你们见过肌肉狂魔吗？就这些人特别好认，他们站，他们不能这么站，他们只能这么站，因为这儿肌肉太多，放不下来。你要攻击他特别简单，你这儿捅一刀就行，他够都够不着。说，哎，等着。左手也够不着，因为胸肌也很大。哎，一个死角在这儿。去这种健身房压力特别大，因为第一开始网上说跟着肌肉狂魔错不了，我的经验是跟着肌肉狂魔练不了，这些人太可怕了。就有一次我在健身房练我的肱二头肌，我那个重量练的是这块皮肤，练这块皮肤，我希望这块皮肤更加的紧致。有一次我在健身房练我的肱二头皮的时候，旁边有个肌肉狂魔在那边深蹲，各位你知道他深蹲多大重量？他深蹲170公斤，170公斤什么概念？各位，我70公斤，他可以举起2个我还要抱一个30公斤的哑铃，而我抱不动30公斤哑铃。我给大哥当片我自己还得先练练。然后那个大哥在那边在那儿蹲，我在他的旁边，拿这个2.5公斤的哑铃。瑟瑟发抖，我都不敢呼吸，我怕抢了大哥的氧气，我生怕大哥有口气儿没吸着骂我。大哥倒着倒着，哎，有口气儿没吸着，是不是你给吸了？把你也放上来，然后继续。特别头疼，而且有的时候你自己练的时候也很头疼。有一次我在那儿练我的胸大皮肤的时候。我练的时候，有的肌肉狂魔要过来跟你一起练，他离老远我就知道他过来了，因为他离我还有1米，胸已经到我脸上了。我说大哥往后稍一稍，大哥，大哥过来，哥们儿。这句话是他通过胸部骨传导给我的，他说哥们儿。一起练呀。你一组我一组怎么样？这个时候你很难拒绝他，你能明白吗？我说你边儿去，大哥能用他的钩夹碎我，以钩服人。我就只能让他练，跟他练根本就没法练。大哥用那个重量，我这辈子都用不了。大哥在那嘎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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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旁边扇风扇得快感冒了。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健身房。大哥练得很开心，嘎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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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棒往那个放上，哥们儿，我去喝口水。你练吧，我练个屁呀！我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拆大哥的片儿。杠铃还不能只拆一边，我拆完这边跑到这边拆，拆着拆着再拆这边，拆着拆着大哥回来了，我才开始往这装去呢。装完大哥回来无缝衔接，继续练，感觉我是大哥养的一个奴隶，专门负责给大哥的杠铃片散热。大哥一走，都这个坏了吧？这个大哥有的时候一回来，发现一个杠铃片没少，也跟我聊2句，说哟，哥们儿，可以呀，你也用这个重量。我说怎么说呢？我多少是用到了这个重量。咱俩练方式不太一样，我拿这练往返跑。啊，有的时候我自己突然就顿悟了，我觉得我不应该谢大哥的片儿，我应该卸下自己的焦虑。
好吧，我应该卸下自己的尊严。我现在去健身房，我一个肌肉狂魔都不看，我直奔小重量杠铃片区。哎，各位真的，在一个充满肌肉狂魔的健身房，小重量杠铃片区，蓝海，那些小重量杠铃片每天在那儿，没有任何人理他。我一去，他们就过年了，最懂他们的人来了。我一过去，那中全过来了，什么2.5公斤的呀，1.25公斤的呀，粉色的小哑铃，绿色的小沙锤啊，全跑过来，你来啦！我说来，举高高，哎，骑大马，一个个来啊，俩就5公斤了，举不动了啊！非常感谢大家，我是刘洋，谢谢大家。